这次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改善黎明现象的血糖记录。在致抗糖的网站有说明，黎明现象是一般人在睡觉时也会分泌让血糖升高的荷尔蒙，但是第一型糖尿病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所以就容易在接近凌晨3、4点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分布不均匀，让血糖逐渐升高的现象。这个现象可能会造成空腹的高血糖，但是依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的黎明现象是从眼睛睁开开始，就是如果我3、4点被吵醒的话，我才会3、4点血糖开始上升。但是通常我是6、7点醒来的话，黎明现象就是从6、7点开始。这都是我佩戴 CGM 之后从 CGM 的血糖图自己观察的。致抗糖的网站还有说明一些造成黎明现象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荷尔蒙的影响，第二个是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利用不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长效胰岛素的剂量不足，这个或许比较好解决，因为就是增加长效胰岛素的剂量，然后再观察。但是相反，你增加长效胰岛素的剂量，要小心你半夜会低血糖。而接着的原因是饮食过量，他是说前一天摄取过多的糖类，就是吃太多了。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年龄，在青春期生长激素分泌旺盛时，比较容易抑制胰岛素的作用，所以黎明现象可能会比较严重。但是我发病的时候已经超过青春期了，所以其实我不清楚。而我想这也可能是我的黎明现象不是从3、4点就开始这么明显的原因，毕竟我已经不是青春期了，我已经是成人了。我之前也有和其他的医生讨论过，他觉得我的黎明现象不是黎明现象，因为他觉得青少年才会有黎明现象。但是我后来又和其他的医生讨论，他觉得我这就是黎明现象，只是可能在每个年纪表现出来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每个医生对于黎明现象的解读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还好。主要就是大家要透过CGM观察自己血糖开始升高的时间点。而在自由自主的第60页也告诉我们，黎明现象确实会让清晨的血糖升高，而且大概80到100% 的第一型成年患者都会有产生黎明现象。80到100%，这很高欸，几乎大家都有黎明现象吧。而由前面致抗糖网站的说明告诉我们，胰岛素不足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黎明现象，而这边的胰岛素是指长效胰岛素，通常我们会将它视为基础胰岛素。而在自由自主的第80页告诉我们，肝脏会在2个正餐之间释放出储存的肝糖，意思就是你吃2个正餐之间，中间你没吃东西，肝脏也会释放出肝糖，让你的血糖升高。所以此时一般人胰脏还是会持续分泌胰岛素来处理这些葡萄糖，而我们在体内不断稳定分泌的这些低量的胰岛素，我们又称为基础胰岛素或背景胰岛素。然而第一型糖尿病患者，因为我们胰脏已经无法分泌胰岛素了，所以我们需要自己额外的注射长效胰岛素来模仿或取代一般人的背景胰岛素。最后一段有提到，如果是青少年的话，因为体内有较高浓度的生长激素抗衡，所以他们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基础胰岛素剂量。不知道大家第一支用的基础胰岛素是哪一个？我印象中我第一支使用的长效胰岛素是这个兰德氏 Lantus， 而这一支兰德氏胰岛素可以作用的时间大概就长达24小时。然后发病2、3年之后，好像唐德氏就出来了，然后医生就叫我换成唐德氏。老实说那时候我对长效胰岛素超级无感的，我还甚至觉得打了干嘛，但是我还是每天都会打。后来我观察了睡眠的血糖，才知道长效胰岛素如此的重要。而医生会请我换成唐德氏，是因为唐德氏的功效作用时间更长，最高可以高达36小时。所以我之前的状态是都固定在睡前打9单位的唐德氏长效胰岛素。接下来就来看一些我在这个状态下的黎明现象实例。像第一个图，我的血糖大概从7点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一直往上，
等到我要吃早餐的时候，血糖已经168了。但我有提早打胰岛素，然后晚点再吃，后面才勉强压得下来。右边第一个图，你可以看到在早餐前我打了2次胰岛素。相信大家从起床到吃早餐前，可能都还有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会跟你通车、上班、上学的时间有关。假如你7点起床，8点半才要开始吃早餐，这样中间1个半小时，说实在注意让我的血糖飙到150以上。所以为了避免我在吃早餐前黎明现象让血糖的飙升，我决定在一起床的开始就先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把黎明现象给压下去，然后在吃早餐前的20分钟，我再打对应剂量的速效胰岛素剂量。通常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我早餐前的血糖过高。而下面是假日的时候，因为我都睡得比较晚，那由左边的第一张图，你可以发现到我大概血糖从凌晨5点的时候就开始上升了。会凌晨5点醒来，一定是被我家的猫叫醒的。它们很烦，每天都很早睡早起。大概晚上10点的时候就在那边催我喂他们宵夜，凌晨12点之前他们一定会呈现这个睡觉的状态，然后可能凌晨4、5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起床奔跑，在那边晨跑开运动会，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被吵醒，真的很烦。因为我眼睛一睁开，那个黎明现象就会开始。像这一次的假日就很惨，我居然中间起来打了3次胰岛素，我都没有吃东西哦，我都打完就回去睡了。我真正吃东西是在这个接近中午12点的时候，这一针打了8单位，所以我一定有吃东西。而右边下面这一张也是假日，我可能大概7点50分的时候起床上厕所吧，发现血糖161，我就直接打了1针，再继续回去睡。毕竟10点的时候才起床吃早餐，黎明现象对我来说真的蛮烦的，会让我多打好几针。后来我听同样是第一型的糖友分享，有人因为换了这一支诺怡宝长效胰岛素，改善了黎明现象。而这支诺怡宝长效胰岛素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功效非常的长，高达了42小时，比唐德氏的36小时还长哦。所以我就想跟我的主治医师讨论看看，那他当下就同意我更换。老实说，我在提出的当下，医生认为是没有差异的，他觉得不会改善。但是他有说，依他的习惯，其实原本就是希望我打这一支，因为我长效胰岛素的剂量只有9，其实蛮少的。而原本使用的那一支唐德氏，它是3倍浓缩的长效胰岛素，而是1cc 就有300U，而诺怡宝1cc 只有100U。而我拿到的这一支唐德氏通常都是 1.5cc， 所以它一支就有450U 单位的胰岛素哦。所以基本上在用唐德氏的时候，我1个月都用不到1支唐德氏。而诺怡宝有 3cc， 它这一支才300U 单位的胰岛素。不要因为觉得诺怡宝长得比较胖、比较大支，就觉得诺怡宝的胰岛素剂量比较多或比较浓。没有，相对之下它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医生才会习惯将长效胰岛素剂量比较大的人开唐德氏，像我长效胰岛素剂量比较小的话，他喜欢开诺怡宝。而我在这边做了2支长效胰岛素的简单比较，主要的不同就是诺怡宝它的作用时间非常的长，大于42小时，最高可以高达48小时。另外还有看到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胰岛素的起始作用时间，唐德氏是在注射后6个小时才开始作用，但诺怡宝呢是在注射后1个小时就开始作用了。而其他的稳定性、注射时间、低血糖风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结果。每个人适合的长效胰岛素本来就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种药物打进不同人的身体里面，作用本来就不可能100%相同。大家可能也会关心，我这样换长效胰岛素剂量跟之前一样吗？其实在自由自主的第182页，有说如果换成诺怡宝的话，剂量可以打原本的80%。但是真正要打多少剂量，还有施打的时间，请和您的主治医师讨论，再做决定。那我的医师是建议我打和唐德氏一样的剂量，他说不用改。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更换长效胰岛素剂量的时候，通常要在施打2到3天后才会看到稳定的效果，不要改了1天就觉得它没有效，要长期的观察。
而在自由自主的第183页有许多使用诺伊堡的技巧可以看，因为太长了，我就不放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翻到第183页观看。接下来就来看我更换诺伊堡长效胰岛素后的血糖波动图。第一个比较日是上班日。我刚刚有提到上班日的时候，起床到吃早餐之间，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我只好在起床的那一瞬间先打一个剂量，然后在吃早餐前的20分钟再打早餐的剂量，就是我一定要拆2针打就是了，不然我饭前血糖可能会很高。然后我更换诺伊堡之后，我觉得黎明现象几乎是消失了。我和午餐跟晚餐一样，在吃饭前20分钟施打胰岛素，而在起床到吃早餐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血糖继续上升的现象，所以我只打1针就好了。大家可能会关心，这样子我早餐的剂量是不是可以减少？假如我在使用唐德氏的时候，吃早餐的剂量是2+6单位，总共是8单位。那因为2是压黎明现象的嘛，那后面6才是我早餐的剂量。所以如果黎明现象消失的话，照理说我早餐只要打6就好了，不用再多打2单位。然而很遗憾的是，目前我没有看到剂量有减少的现象。我以前打2+6吃早餐的话，我改诺伊堡之后吃一模一样的早餐，还是必须打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我目前观察到是这样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有黎明现象就是很开心，因为这样我每天可以少打1针。接着看到假日睡得比较晚的时候的血糖图，应该很明显可以发现血糖都平稳很多。我这边有做一个记录，是我大概9点的时候醒来，可能起床上厕所。以前我眼睛睁开，那个黎明现象就会开始。然而你看到这张图，我醒来之后血糖也没有继续往上，一直到我第2次醒来，真的要去吃早餐的时候，血糖都还是平稳的。所以诺伊堡对我来说真的可以改善黎明现象。所以我就去分析了一下以前打唐德氏胰岛素的作用时间。我通常都是凌晨12点之前会施打长效胰岛素，然而唐德氏的作用时间最少有30个小时，最多可以到36小时。那我们就以保证的30小时来算，所以我第1针打唐德氏的时间往后推30个小时，大概可以撑到我隔天刚起床6点的时候。但是说不定唐德氏对我来说没有办法支撑到30个小时，亦或是它在30个小时之后，在我体内的药效就是快速的下降。那你说我还有第2针唐德氏的作用啊？因为每天30个小时，理论上长效胰岛素的作用都会覆盖到。但是很遗憾的，即使有覆盖到，那时候第1针唐德氏的作用已经慢慢的在削弱了。然而这样子之下，就是压不住我的黎明现象。而下面改用诺伊堡的话，因为它作用时间最少是42小时，2针诺伊堡的胰岛素作用时间可以完全覆盖到我起床的时刻。或许这是我改善黎明现象的原因，给大家参考。最后提醒大家，并不是更换长效胰岛素就100%可以解决黎明现象哦。像是之前医生有跟我说，他有些病人用诺伊堡一样也是有黎明现象的。那会不会你原本用诺伊堡有黎明现象，改用唐德氏就没有？当然也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适合的长效胰岛素本来就有可能不同，你可以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有些人长效胰岛素甚至会拆针，就是你早上打1次，晚上打1次之类的。一样，至于要怎么拆针、怎么调整剂量，就是和你的主治医师讨论后再做决定。比较可以根治的方法，之前医生是跟我说携带胰岛素帮谱，但是帮谱很贵啊。那也欢迎其他人分享你自身改善黎明现象的经验，或者有什么错误的话，也欢迎跟我提出。这是我今天拍的最后一套，第3套，已经拍完了，回到妆造的店里，想说来量一下血糖，看看最后的血糖如何。今天累得要死，一直在外面走路，而且我吃完早餐之后就没有再吃什么东西了，当然有喝水。血糖居然高达198虽然今天走了1天的路，但血糖看来是没有要下降的意思
而此时 CGM 的数值高达233，还差蛮多的诶。所以提醒大家，即使大家有携带 CGM， 每天还是要跟血糖机做比对哦。我现在赶紧要来补打胰岛素，因为我今天一整天血糖都高，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我决定打超速效，让血糖快点下去。可以看到打了胰岛素后血糖就下去了，然后我要吃晚餐的时候已经超过凌晨12点了。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一天，我一样将拍好的成片放在限制血糖不被限制的人生清单里面。